是宣传 tuber 露露露。上次已经整理了未来战 SSR 所有角色的分析与评价，这次露露要带来的是目前所开放的 SR 角色，不过也因为角色非常多，内容会稍微比较长。若是有想要直接查看的角色，也可以点击下方影片的时间章节直接前往，主要会以角色的费用、技能组和体质作为评析的方向。若你也有自己的见解，也欢迎在留言分享讨论哦。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可以先订阅一下露露的频道哦。刘米娜，制裁者，高攻高爆，有不错的输出能力。普攻最后一下还会带有范围伤害，被动提高暴击伤害，技能和大招都有直线伤害。不过问题在于它要4倍，同时也没有具备控场或是切后排角的功能性。若是在 PVE 缺输出的时候，可以考虑培养 ，PVP 则完全不考量。希尔德，制裁者，回避不错的前锋，只是费用要4倍，太高，输出不出色也是一个弱势，可能只会用于前期缺好前锋或是 buff 手的情况。普攻是近战范围伤害，被动可以增加攻击力，若是满级再增加暴击，技能和大招都有途径效果，只是一个满级有减伤，另一个则是会获得体力护盾。总体来说，在 PVE 和 PVP 上都不太适合，因此不太适合新手培养。周时云，制裁者，这只虽然体质没有很好，但是在 SR 角色中是功能性非常好的角色。普攻前方中距范围可以打到后排，被动有减伤，加上可以在任意地点出击，主动免伤反击且附带晕眩效果，必杀满级必爆且附带眩晕，两招也都可以对空，有很好的控制能力。简单来说，若能善用它在对的时机和位置出场的话，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。特别是利用它任意出击和免伤反击技能，在 PVE 和 PVP 都很有用，只是 PVP 的时机要掌控比较好。搭装备能够走高攻击爆发或转 CD， 长时间控场都可以，相当百搭。只是普攻打前排不好用，还有不对空而已。也因为这名角色使用上比较需要一点技巧性和理解，新手可以在比较熟悉或是推过一部分的图之后再回来培养，比较偏向后期的角色，能够用在许多场合。刘真，制裁者，只需要3倍的高回避前锋，输出能力一般，但可走半坦半输出。普攻为近战范围伤害，被动随着攻击次数增加回避，主动技能小范围攻击加控制，满级除了最后一段爆炸外都必暴击。大招有范围持续伤害 ，PVP 和 PVE 表现普通，而且比较吃装备一点，新手不建议培养，但在后期 PVP 可以看喜好上阵。金素萍，制裁者，体质不错的4倍对地输出射手，而且攻击频率高，普攻会单体连射，被动出场有小范围伤害，对士兵和装甲兵也有伤害加成，主动技能有范围伤害，满级追加灼烧效果，大招大范围持续伤害，满级有高体力护盾。PVE 可以当主力输出推图，但因为攻击范围的关系，还是会以伊丽莎白和小林优先。PVP 则一般，偏近战且较难生存，而且无法对空，但还是对得起它的4倍费用。看自己的需求决定是否上场，是可以挖角的角色。犀牛，装甲部队，攻城好用，需要5费，用来推进防御塔和舰船很强势。普攻无视所有攻击，针对防御塔和舰船，被动有减伤和免疫技能僵直，以及增加异常抗性，而且可以挖角。PVP 可以直接用在针对舰船的队伍， PVE 则没有什么用，但还是可以用来强拆，以挑战一些难打的防御塔或舰船，可以挖角。秃鹫，装甲部队，有范围攻击的空中直升机，在有集中的小怪时很好用，而且有空中和地面单位的减伤。PVP 可以用来打输出， PVE 缺狙击类输出时可以考虑使用。无后坐力炮兵，士兵，出场有2只，普攻有范围伤害，被动针对装甲和工程单位，而且满级都有加攻速。不过除非遇到强拆的队伍，不然这支的功能性偏低，算是针对敌人类型的员工可以挖角。MH 多功能火箭发射车，装甲部队，普攻有范围伤害，而且针对士兵和工程单位，满级个别加命中和攻速，也属于特殊情况使用，针对敌人类型的员工可以挖角。侦察兵，士兵，出场有3只， PVP 和 PVE 纯打输出用，但输出很一般，虽然被动有加回避、命中、攻速、体力和攻击力，不过因为属性不高，让这些增幅比较有限一点，而且需要3倍，可能比不上一些2费的空降单位，并不是很推荐新手练。扫荡者，士兵，出场有2只，普攻有小范围攻击，4下普攻后会有较大范围攻击，被动有加命中以及针对护卫和属客加成，所以还可以作为士兵队的稳定输出选择，只是整体表现偏
偏向一般。黑尾直升机装甲部队对地面有增减伤，被动在死亡后会召唤同等级的侦察兵2只，满级可以多召1只。被动也对体力有加成，这只本身体质还行，算是稳扎稳打的选择。虽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，而且召唤的侦察兵能力一般，但是打人海战术时可以用，也可以挖角。收割者装甲部队针对狙击手和脆皮后排的一次性轰炸机，会从初级设定点开始轰炸，攻击范围相当大，伤害也不错，只是针对前排不太行。PVE 用途不大，但 PVP 可以用来切后排。被动有狙击手和工程单位加成，飞行时是从最左边缘出场，从初级设定点开始轰炸，会炸3发，所以也可能在飞行中被敌人击落。成功撤离时会返还1点初级资源，满级返还2点。适当时机用相当不错，可以挖角。由于特性上比较偏 PVP， 因此新手在开始打 PVP 时再考虑培养。阿拉克涅装甲部队一次会出2只，被动让它有很好的对空能力，可以随着普攻次数永久增加攻击力到10%，以及有增加命中和体力。不过以机甲一次出2只来说，它的体力和攻击力还算可以，能对地也能对空。主要的特色是在于较强的对空能力，比较适合用来针对对面空中部队来选择出击。但如果只考虑对空的话，还有更便宜的选择。崔里娜士兵相当特殊的角色，只会待在舰艇附近，不会进行攻击。普攻会一直降技能 CD， 被动则也是增加技能充能速度。4次普攻还会回1点初级点数。技能是给距离最近的队友附加免僵值、攻击力提高和降技能 CD 的 buff， 算是特殊情况用的 buff 手，只是多半时间没有什么用，虽然只要2费。米娅制裁者输出能力不错的4费狙击手，被动虽然有加攻和减必杀，但必须6次普攻后才会触发，再加上它的攻速不快，也不太容易一直触发。技能和大招都有击退效果，技能满级附加减速，大招满级加倍击退。简单来说，它在 PVP 和 PVE 都还算可以用的对地输出，能力还在水准上，只是就分别功能可以取代它的角色很多，像是同费的小林或是更低费的早苗，所以让它只能成为补位的考量。本尼迪克特·康斯坦丁制裁者3费的前排护卫体质还不错，虽然坦度还是不及一些3费的强力前排，不过被动有远程减伤，满级还有减暴击伤害，技能和大招都有晕眩效果，控制能力相当不错，普攻和技能都是近战范围，大招则有中距范围附带眩晕，整体来说是个很不错的辅助项控场型前排。不过比较适合使用的情况是在 PVP 上打控制用， PVE 的用途不大，就坦度和控场都有更好的选择。新手真的缺前排的时候再培养，可以挖角。林希恩制裁者很棒的功能型4费前锋，体质上血量高，但防御和闪避偏低，输出能力一般，普攻有附加击退效果，被动出场时可以返还1费初级资源，满级回2费，主动持续伤害加击退，大招回3费初级资源，满级多回1费。它的被动和大招效益很高，可以优先点满。PVE 就是用来当前排加速回费用， PVP 透过返还的费用让玩家更有机会以多打少，在 PVE 和 PVE 都很好用，只是必须让它生存下来开出大招，效益才能够到最大。不过 PVP 也有人会看情况把它当成是2费试探敌人用的角色，4费出场后回2费的使用策略，如果能够撑到放大招一样很赚。若新手前期培养了 C 位后，可以将其练起来搭配，后期也可以用。较常使用的场合为 PVE， 只是它在觉醒后的环境会比较难生存一点，虽然能力优质，但坦度在后期环境比较不够，可以挖角。杰克沃克制裁者 PVP 用的防守型反制角，4费前锋，体质相当不错，伤害、闪避和坦度都不差，被动出场有落雷范围伤害，对装甲部队有加成，主动和大招都是范围伤害，大招有加攻速和提高技能充能速度，很适合用来反手打高爆发一波。透过被动出场搭配主动技就可以打出范围高伤害，而且它的技能组对空伤害也不错，只是主动先出击效益比较差一点。因为是偏向 PVP 定位的角色，所以新手不建议培养，可以挖角。西尔维亚雷纳库珀制裁者非常好用的切后排和3费控场狙击，体质很差 ，PVP 非常容易死，但功能性强大。PVE 则是不错的狙击输出，可以媲美小林。普攻单体远距伤害，被动可以提高机甲部队的攻击力、命中和回避，技能可以针对自己视野内最远的目标进行范围伤害和附加晕眩效果。大招则是有点延迟的前方范围攻击 ，PVP 可以作为装甲队的 buff 手，也能够控场和击杀对方后排核心，但要注意一下生存环境，否则出场直接死就完全没有用了。
算是用得好的话，就能够建立起优势的角色；用不好就是浪费3费了。若是没有小林的情况下，新手可以练，可以挖角。管理局步枪兵，士兵出场为2只，被动可以加攻击力、体力和命中，而且随着每次攻击还会提高2%攻击力，最高到10%。能力算是优化版的扫荡者，而且只要2费。士兵队首选的输出角色。管理局盾牌士兵，士兵出场为2只，体质方面除了血量、暴击和回避胜过力量支配者外，其他都输。被动有减伤、嘲讽、加体力和针对前锋单位减伤，以及体力50%以下时会产生体力护盾。力量支配者会比他更偏攻击一点，但坦度还是他比较高一点，毕竟多了15%的血量护盾和加15%的体力，而且他只要2费，算是士兵队的首选角色之一。和平守护者士兵，一次出场3只，被动有加攻击和回避，并且让他普攻5次会有榴弹攻击，而且发射榴弹时还能够提高攻击力，最高增加到15%。PVP 和 PVE 都可以用，只是 PVP 士兵队可用可不用，但并不会特别强。PVE 则输出还可以，整体评价还是能够到中上，可以挖角。埃里奥斯、埃斯库德，制裁者，相当好用的3费萌新奶妈。被动出击时可以补血，加附加友军短暂减伤，技能可以击退敌人，附加友军护盾和提高体力。大招可以自己外全体友军恢复和附加护盾。就恢复能力来说，比 SSR 的七元千夏和杨夏玲好，但功能性输了一点。PVP 和 PVE 都可以用的优质辅助，虽然没有输出能力，不过保护队友能力加。PVP 还可以用在偏肉的前锋队，搭配多辅助组合很好用。前锋队靠着高续战和抗打能力推线，可以挖角。利卜艾伦，制裁者，高闪避的3费前锋，不过除了闪避之外，其他数值都差，而且输出能力不高。普攻近战范围，被动可以加攻击力，以及随着普攻次数增加回避及速度。技能持续范围伤害和击退，可以用来推线用。大招范围途径伤害，主要用于 PVP 控制和推进用的前锋，只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伤害，再加上体质偏差，靠闪避也很吃运气和装备，有时候会不小心就暴毙。再加上有推人徐云，所以比较少人会培养，也比较不推荐新手培养。罗拉贝阿朵丽丝，制裁者，3费干扰辅助角，体质有一点差，不过被动会带一只黑猫出场。黑猫攻击带降敌人攻速和攻击力，技能可以范围伤害和加黑猫攻速。若目标是血低于15%的一名护卫或前锋，则会直接秒杀，但 BOSS 例外。大招会范围伤害和回满黑猫的血。黑猫如果死亡会重新召唤，技能结束还会短暂生成一个减敌人攻速和移速的范围。角色会用于 PVP， 不过因为 debuff 的效果有限，而且本身和黑猫的输出低，斩杀线不明显，会比较不好使用。不过黑猫可以骗技能和挡伤害，技能斩杀发动有时也有奇效，只是用途上也很有限就是了。PVE 用途不大，因此不推荐新手培养，后期可以练来 PVP 使用。伊芙琳凯勒，制裁者，少见的4费空中辅助单位，普攻有范围伤害，普攻4次还会恢复附近友军血量，技能和大招都可以造成范围伤害和恢复友军血量，技能满级追加减伤，大招满级增加我方攻击力，不过大招效果会排除自己本身，算是相当不错的保护型辅助。PVP 和 PVE 表现都不差，也适合新手开荒，能提供不错的恢复和相关的 buff。虽然输出偏低，而且攻击对地不对空，但由于是空中单位，所以就算体质差容易死，在对方没有什么对空能力的时候也很容易存活，很常用来搭偏袒的前锋队，也可以挖角。南域下，制裁者，虽然体质差，但由于只要2费，所以还是能够当低费输出使用。普攻打一定距离的敌人有增伤和造成僵直效果，技能会蓄力后造成远程伤害，大招是有延迟的大范围伤害。因为低费再加上输出还可以的关系 ，PVP 和 PVE 用来当副输出补伤害不错，特别是在攻击和范围判定上，算是低费还不错的好运用输出，也可以用到后期，可以挖角。大神雅纪，制裁者，3费的护卫，被动受18次攻击就会触发造成范围伤害，并获得减伤和能嘲讽2名敌人，而且会加体力和以体力追加被动的额外伤害。技能为前方范围伤害，被动触发时可以减伤，大招有范围伤害且让它短暂无敌，结束后还能短暂让周围敌人攻击力降低。技能组和体质算是比较差版本的瑞安佩里，所以 PVP 和 PVE 很少人用，以护卫来说有更多好的选择，可以挖角。罗伊伯内特，制裁者，3费的功能型前锋，体质一般，输出能力偏低，但回避偏高。
普攻为近身范围，而且透过被动可以让普攻造成伤害的敌人增加受到的伤害，效果不会跌，但满级可以到20%，而且被动还有加体力。技能和大招都是范围攻击，前者减攻速，后者减敌人防御。这支主要是用在 PVE 高难度副本上，有增伤和减攻速效果，在输出和竞速方面都很不错，特别是以3倍的万能增伤型前锋来看。不过作为 PVP 的前锋可能不太行就是了，不推荐新手培养，后期有余力可以再拉起来备用，可以挖角。瑞安佩里，制裁者，3倍体质超强的护卫，高血量和防御让他可以成为不错的前排。被动是受到攻击18次时，会先位移后获得减伤和嘲讽3名敌人，位移可以破坏敌人站位，被动升级加体力，满级触发的次数改为13次，更容易触发且坦度还不错。技能可以造成范围伤害加晕眩，大招则是范围伤害加降敌人回避，在结束时还能够获得减伤。体质再加上技能组让他获得高坦度，再加上有晕眩控制，在 PVP 和 PVE 的表现都不错，适合新手培养作为开荒的坦克角色。虽然在觉醒的环境下很容易被动没触发就死，但目前来说还算是非常优质的前排，可以挖角。加布里埃尔、朱恩、毁灭者、制裁者，3倍的防御型角色，有不错的体质，只是防御偏低，坦度比较不高。普攻为中距离攻击，被动出场后会嘲讽2个敌人，而且不会被攻击推动，范围增加我军回避以及对攻城单位减伤。技能为范围中距离直线伤害，被击中的敌人会被嘲讽，满级还能够让他获得额外减伤。大招多段范围攻击，使用时无敌。简单来说，它算是 PVP 战略型的防守角，可以防敌人偷拆或强拆，也能够用来玩防御反击后推进的队伍。PVE 不推荐，可以挖角。李真，制裁者，虽然是3倍的辅助角，但技能全为输出技，体质差，而且伤害不理想，包括自爆也是。所以就算它是针对后排，也很难有效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，更别说直接击杀敌人。大招虽然还行，有无敌状态，但很难有机会可以存活到使用出来。PVP 和 PVE 都没有什么用处就是了，可以挖角。韩萧林，士兵，被动1普攻会加攻速，最多到20%，升级加体力，满级攻击提高变4%，但上限依旧20%。被动2为5次普攻后提高伤害，并发射2次打击数的贯通子弹，对护卫有增伤，满级增加打击次数和增伤。技能为范围攻击加降命中，输出还行，但有更多不错的2倍士兵可选，3倍明显高了。双被动的效益很慢，且触发后不够强力，技能 buff 又只有降命中，在 PVE 和 PVP 都不太实用。艾迪费舍尔，2费射手士兵，体质没有很好，而且输出低也很容易死。不过被动 buff 可以增加士兵和制裁者的攻击及减伤能力，主动技能可以造成范围伤害，主要是它只有2费，就算当成 buff 手使用也很好用。PVE 在推图和打高难度副本都不错， PVP 则多用于搭配士兵队，制裁者队伍则比较难搭一点，可以培养一个备用，也可以挖角。那以上就是游戏目前开放 SR 角色的分析与评价，希望可以帮助新手们在前期节省一些资源。那有任何需要补充的地方，也可以在留言处分享你的看法。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。觉得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频道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宣传 YouTuber 露露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